陆公子一个人喝闷酒，是有心事。心事那可太多了，穿越到大前20年了，不给我洗头也就算了，好不容易凭自己本事让陆家成为大前第一大家族，结果一场宫变，双姬和数百族人死于非命，剩我一根独苗，连罪魁祸首是谁都不知道。罢了，接着走远，接着我。父皇，亲哥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他是装的。亲哥是装的？他瞒得了天下人，却骗不过朕。浮华掩之，暗之经纬，日后必成大器。所以父皇想让你捷足先登。登什么？登上陆卿的床。父皇，母后，儿臣。你与陆卿从小一起长大，是青梅竹马，比谁都清楚。文能定国，武能安邦，陆家又富可敌国，嫁给他不算委屈。儿臣愿意，儿臣愿意为父皇母后分忧。如此，崔家、郑家、卢家，他们3大家族与陆卿的婚约就只能作废了。这杯酒，我敬你。好美。你醒了？公主，你怎么在这儿？我臭小子，胆挺肥呀！竟把朕的女儿云长公主在这青楼给睡了！不，陛下冤枉啊！公主她金枝玉叶。这说的什么话？难不成你是想提上裤子就不认人？臣哪敢？谅你也没这个胆子。只是这事情已经发生，朕也只好将这云长公主下嫁给你啊！臭小子，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亲哥，云长愿意嫁给你。陛下，臣现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哪儿配得上公主啊？而且，臣与崔家、郑家、卢家的女儿早已有婚约在身。那我不管，你退婚。现在你能娶的只有云长公主一人，要不然朕就把你父母的牌位从太庙给扔出去。亲哥，你是觉得云长配不上你吗？没有的事儿，没有。陛下，臣退婚，迎娶公主。这还差不多。亲哥，下次见啦。好啊，你们父女合起伙来，跟我新人秀啊！老天爷呀！你玩死我得了吧！这个人3份婚约，人我都睡了，我怎么退呀我？算了，
死道友不死贫道。崔老爷子，您那70大寿，怕是要黄了。陆公子好。如烟、白雪，你们两个收拾一下，跟我出去一趟。今天可是崔家老爷子70大寿，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小爷我当然要带你们2位美人好好去热闹一下。公子，我们的身份不合适吧？合适我该怎么退婚？别废话，跟你问，一定要最艳、最宏大。陆公子这是去砸场子的吧？郑家主送白玉莲瓣纹玉碗1只，恭贺大寿。卢家主送唐云龙纹玉璧1对，恭贺大寿。哇天哪！行。陆公子，你真的要把我们当礼物送给崔老家主吗？我敢送，他敢接吗？难道你们为了自由，连赌一把的勇气都没了吗？全凭陆公子安排。哎，快，给小爷我唱礼！别废话，快点给我喊！陆家公子送醉仙楼头牌如烟姑娘和白雪姑娘给老家主寿宴祝寿。老爷子，老爷子，大喜呀！小婿我特意带2位红颜知己来给您助兴来了。什么红颜知己？这就是2个青楼女子。不错，陆强，你当我们崔家是什么地方？竟敢带如此下贱之人来玷污我爷爷的寿宴！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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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滚出去！快骂崔老爷子，你倒是骂2句。骂完了，老子就借题发挥，谈退婚的事儿。老爷子，如烟和白雪的麻将打得那叫一个好呀！小爷我亲手调教出来的，要不然今晚咱们4个凑一桌，打个通宵，保证让您尽兴啊！怎么，老爷子是不满意我送的寿礼？哎，老爷子，你是不是嫌弃我小婿送的寿礼啊？贤婿，你误会了，老夫觉得今日这事做得好啊！爷爷，您一句话，我们立刻把这个小崽子乱棍打出去！混账，有你说话的份吗？滚出去！哎，这消气，在场的诸位，谁没逛过青楼？谁没有3妻4妾？可你们不敢说，不敢认。唯有我贤婿，他是性情中人呐。我跟你说，你配得上我崔家的门楣啊！好你妈的，谁的剧本啊？老子找风尘女子羞辱你，还搅黄你的寿宴，你竟然还替我开脱！崔老高见，自古英雄爱美人，陆公子年轻气盛，正是风流倜傥的时候，理应如此啊！你们这些人怎么什么臭脚都舔啊？大家说的不错，我崔家有这样的贤婿，实乃大幸啊！来赏！少这么多东西，这什么啊？这是！哎呀，一人这么多，好多银子，这么多！这点银子，贤婿好好的玩，尽兴的玩。年轻人要活得肆意些啊！贤婿有所不知，这醉仙楼是我郑家的产业，今日我把它送给你，以后你就不用花钱，随便怎么玩。贤婿啊，我大千女子虽然身材一绝，可是那西域女子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啊！正好前几日我买回来几个，贤婿带回去暖被窝，正好合适啊！你们怎么全都不按套路出牌？这还怎么玩？
你是说崔老家主的寿宴，你送2个青楼女子过去，他们不但没生气，还送了2箱银子，让你随便玩？不仅如此，郑家还把醉仙楼送给你了。卢家连刚买的西域女子拿给你暖被窝。靠！凭什么？这种好事凭什么落不到我们头上？就是啊，好事儿，3大家族的婚约退不掉，陛下又逼着我娶云长公主，还拿我父母的牌位压我，你们说我该怎么办？陛下逼你娶云长公主？什么时候的事？就昨晚，就在青楼，我把她给睡了。你陆青啊，陆青，崔家、郑家、卢家都已经把女儿许配给你了，你说你转头把云长公主给睡了，你真是禽兽啊！就是，你怎么没被人打死呢？哎，打死？哎，打我？哎，这个你也打我？别闹！你虽然欠打，但我们不能真的打你啊！就是听我的，就是让你们打我。我带着一身伤去见这3个老狐狸，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陆青是被逼的。被谁逼啊？你们，陛下逼的，陛下逼的。我就是要告诉他们3个老狐狸，陛下逼我退婚，不退就砍我脑袋。我就不信了，我把陛下搬出来，他们还敢硬来。有道理。你杀我干嘛？不是你让我打的吗？不是，让你打我不是扇我，打人你会吗？打！兄弟，对不住了，这一拳是为了伯父伯母的牌位能留在太庙。陆兄，这一脚是为你顺利退婚，娶云长公主。你们还真打呀？就是，还不让我们碰如烟跟白雪，得了几个西域女子，也不说分我一干啊！去！不玩了，不玩了。孩子，够了！为了伯父伯母的牌位，为了云长公主的婚约，为了胜利的退婚，加油，加油！我的老幺啊！加油，加油！秀怎么样了？不要了。走。哪来的臭小花子，滚一边去！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陆公子，是我，还不快带我见你们家老爷子去！我爷有事儿不在家，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是一样的。你，怎么？也行吧，是人都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陛下让我跟3大家族退婚，3年内又退不了，陛下就砍我脖子。什么？以爷爷对陆青的疼爱和器重程度，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此事要是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我们与皇家的冲突，必须得马上告诉爷爷。成了。你这个负心汉，给我滚！小秘宿主，你大闹爷爷寿宴，是不是想退婚？你当我崔家是什么地方？你当我崔小元是什么人？天地良心啊！我怎么可能退你的婚啊？奈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要真不得不死啊！你是说，是陛下让你退的婚？没错，
陛下只给我3天时间，要我推掉你们3大家族所有婚约，否则会怎样？否则，陛下不仅要砍我脑袋，还要将陆家钱财收入国库全部充公，而你也会因此是无妄之灾。我不怕，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行。不行，你看看现在的我，这就是抗旨的下场，而这还只是陛下的警告。疼吗？皮肉之苦罢了，我陆青烂命一条，死不足惜。但是，我怎么能连累你呢？连累崔家呢？青哥，小云真有这么好吗？值得你为我付出这么多？说说而已，就装绿茶，真疼。我陆青，今天就是要明明白白告诉世人，今生今世，弱水三千，我只取你一瓢，非你不可。有这么谁呀？造孽呀！青哥，你怎么在这儿？弄疼你了？月如，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月如，你怎么来了？青哥，事情我都知道了，都是我们害的。你看，我给你带了金疮药，我给你。卢月如，这是我家，青哥最喜欢的人也是我，关你什么事儿啊？青哥早就跟我说过，今生今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最爱的是我。陆青，你怎么情话都说的一模一样的？你当我崔小玉什么人啊？陆青，你这个话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说过吗？误会，都是误会。我解释一下，我家鸡汤开了，告辞。青哥，青哥伤口裂开了，我这鸡疮药，这药是我的，我给他上，这是我给他偷的，我给他涂。卢月如，你涂还不把青哥给折腾死啊？我来，我来。你把到底是伤药还是伤我啊？3位还真是好兴致啊！3位真是好兴致。崔妹妹、卢妹妹还未拜堂，更未成亲，你们2人便在这闺阁之中撕扯陆郎的衣服，你们是忘了世家贵女的矜持和体统。卢妹妹，这里是崔家，是小云的闺阁，你乱闯乱入，难道是恨嫁心切？就是。崔妹妹，你待字闺中，随意拉扯一个男人进入你的房间，是迫不及待？你也是想要以身相见吗？郑婉田，你清高，你体统，你矜持，那你眼巴巴跑来干嘛？看戏吗？青哥，你不是说最爱我的腿吗？你摸摸。真的？青哥，你不是说你想亲我吗？我长得比卢月如好看，我让你亲。真的。陆郎，你可要想好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那夜你在画舫，如影摇红。陆郎，你说今生今世，弱水三千，你只愿取此一封银，醉死方休。2位妹妹如此这般晶莹剔透，连醉仙楼的白雪如烟都比不上，又怎会讨陆郎的喜欢呢？姑奶奶，你就别说了。好啊，陆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说白了是我们仨一人一瓢啊！陆青，你说清楚，你究竟爱谁？就算我们3个都嫁给你，也得分个大小。你说呀！你说呀！躲开！这争什么争？有什么好争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都他娘的晚了！陛下只给我3天时间，要我推掉你们3家婚约，迎娶云长公主，懂吗？陛下的嫡长女，大千的小公主，陛下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你们还在这里争什么大小，争什么最爱？再争下去，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吗？不会的，我这就回去，让我父亲让祖父立刻马上进宫面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还有我现在就去偷我爸的虎符，我貂被保护你，你等着我。青哥，爷爷最疼我了，我让他，不然
陛下杀你！等我！陛下，这3个老狐狸马上就来找你玩了，能不能让我去云长，就看你的本事了。你说的可是真的？陛下当真横插一脚，强抢陆清？错梦，大钱亏欠陆家已经够多了，陛下竟然还抓着陆清不放，这算什么？巧取豪夺吗？我们3大世家都是受了陆家的恩惠，才有今天。那陆家的命脉绝对不能被陛下扼住。不错，陆家的产业早就和我们3家盘根错节，不分彼此了。陛下想一口吞下陆家，那就是生生割掉我们身上的肉，抽干我们赖以存续的血髓。好，那我们就和大贤皇帝斗上一斗。那我这就回去取出太祖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我也回去抬出太祖皇帝御赐的龙头拐杖。那我崔家请老祖出山。好，走。陛下，臣实在是尽力了。臣这3天大闹崔家老祖寿宴，这自残、威胁、恐吓能用的办法我全用了，我实在是无济于事。放肆！这到底是谁的天下？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胆子？陛下息怒。陛下，臣觉得他们就是藐视皇权，抗旨不遵呢。好得很呐！真是朕这些年太过仁慈，让他们忘了这天下到底姓什么。朕倒要看看，究竟是他们的骨头硬，还是朕的刀硬。陛下，大事不好，宫门被堵了。是崔家、郑家和卢家，他们带着族人请了老祖，拿着太祖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以及龙头拐杖，在朝堂叫喊着要给陆家公子讨个公道，要个说法，无人敢拦呐。世家门阀真是好大的胆子！摆驾，朝堂。是。云长，出来吧。母后，陆家灭门，对他打击巨大。那小子心里估计现在还记恨着你父皇呢。你这要是……儿臣非亲哥不嫁。拜见陛下。这龙头拐杖乃太祖皇帝亲赐，如太祖亲临，陛下可还认？朕认。好，今儿老朽就斗胆叩缺，当着这龙头拐杖问陛下一句：陆家满门忠烈，如今只剩下陆清这根独苗，陛下不思抚慰忠良之后，反而强逼退掉与我等世家的婚约，上公主为婿。陛下此举是让天下忠良义士寒心吗？此子胆大妄为，在醉仙楼玷污我大钱长公主。朕念及陆家旧功，云长明姐，便允他上公主为婿，天恩浩荡。怎么在老祖的嘴里成了逼迫忠良？陛下，你可不要忘了，公主陛下金枝玉叶，深宫贵胄，怎么会出现在醉仙楼那种污秽不堪之地？究竟是谁玷污了谁？陛下心中没杆秤吗？我去，这崔家老祖这么勇吗？什么话都说呀！放肆！污蔑公主清誉，真以为朕不敢诛你的九族吗？难道陛下就不打算认太祖皇帝御赐的丹书铁券吗？陛下口口声声说我无意，那老朽斗胆问一句，那夜醉仙楼外可是陛下与皇后娘娘亲自把公主送进去的，陛下意欲何为？放肆！朕看你真是老糊涂，你信口雌黄还敢污蔑朕，当真以为你们这些世家门阀，朕不敢杀吗？陛下，老朽到底说的是真相还是谎言？我想陛下心里更清楚。你们崔家今日是造反吗？陛下，崔家不敢。今日老朽只想讨个说法，当年宫变究竟发生了什么？
真相终于要浮出水面了。害死我父母族人的凶手到底是谁？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们在干什么啊？你这是要逼宫吗？当年之事已经是皇上心中刺，你借题发挥，意欲何为啊？陆家败落之后，你们赵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吗？住手！住手！父皇，崔家家主今日逼宫，不就是觉得那日本宫去了醉仙楼那种风月场所是受父皇母后所逼迫的？那你又何必来胡搅蛮缠，揭开父皇弑兄夺位的伤疤呢？老朽要让陆青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辨一辨是非黑白。好，那本宫今日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明本宫的态度。那夜我去醉仙楼，是我偷偷跑出皇宫的，因为我知道青哥夜夜买醉，于心不忍。青哥，你我青梅竹马那么多年，我的心意你还不知道吗？各位听见了吗？这一切可都是云长公主自愿，与朕有什么？就算自愿又如何？凡事还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呢。青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难道你之前说的、做的都是骗我的不成？还有我，还有我，陆青，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三个、四个，你究竟娶谁？陆郎，陆郎，救命！陆青，你别忘了，云长的名节，皇家的体面，可都皆系于你一身。世族嫡女，皇家公主当众示爱，当今陛下是将门阀朝堂对头，这到底什么剧情啊？青哥，青哥，青哥，陆郎，青哥，哎呦，我头疼，我嗓子好疼，我听不见了。青哥，青哥，陆郎，青哥，青哥，青哥，醒醒，青哥，你醒醒，你醒醒，胡闹啊！青哥，陆郎，来吃葡萄。老陆啊，朝堂上你当着陛下和三位家主面前装晕，他们竟然没看出来。我装晕，那是给三大家族和陛下一个台阶下，这叫人情世故，你懂不懂？哎，别动！等，这是你的人情，接下来就是你的事故。杠！这，你俩死定了！胡了，杠上开花，清一色。给钱，你出钱了吧？就是这，老陆，你要点脸，你自己的心思全在女人身上，怎么会知道我苦练20年的牌技有多厉害？给钱！急死了，我的感慨。就他妈你叫赵浩啊！就他妈你叫赵浩啊！
你要找的可能是我，但是我叫陆青。记住了，家父乃当朝宰相。我是赵家赵浩，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收起你的龌龊手段，离云长公主远点，再让本少听到你和云长公主的流言蜚语，我打死你！你吃什么了？我又不是听不见。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去找云长公主。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打死我！陆青，你找死！打！死了残了，算本少的！程明泽，你疯了？哎，他没疯，但是你快死了。还真有人不怕死啊！老程打了这么多年麻将，终于拿了一次自摸杠开，结果牌没了。程明泽，你赢了多少钱？本少赔你！你他妈懂麻将吗？你懂自摸吗？你懂杠开吗？这是名誉，这是荣誉啊！你他妈光打我，打他！程，呸！陆青啊，给我等着！我爹是当朝宰相，我是赵浩，云长公主是我的，你抢不走！走！这宰相儿子这么傻？你赶紧给我做主啊！我去找陆青理论，他竟然打我！陆青打你了，打得好！我看伤在哪儿了？爹，被打的人是我。傻小子，你这顿打没白挨啊！我知道，爹正愁找不到理由向陆青发难，吞并陆家产业。你这一挨打，爹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明天上朝，我参他一本。你呢？给自己打扮打扮的，上重点。还是算了，要不我让你上重点。不，陛下，请给老臣做主啊！陆青，陛下，这陆青顽固成性，昨日竟在市场之上无缘无故将犬子打至半身不遂，奄奄一息，请陛下圣裁。陆青，可有此事啊？陛下，确有此事，不过这奄奄一息嘛，陛下，犬子就在殿外，若不信，一看便知啊！陛下，抬起来。我的儿啊！我的犬子从小就没了娘亲赵相，这什么玩意儿，包这么精致啊？你什么意思啊？赵相，这不会是您的犬子赵浩吧？陛下，你看，他不光没有悔改之心，他还对最亲的儿子冷嘲热讽，不知悔改。陆青，哎，赵相，你这就过分了。我说你儿子犬子，你就说我冷嘲热讽，难道说他是路边的野猫野狗啊？你，哎，赵相，你看你儿子都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啊！一定是经络堵塞，内有郁结呀。那还不是你打的？如果再不疏通疏通，恐怕会有生命危险。陛下，圣裁啊！干什么？我的儿啊！就这种蛔虫，活该断子绝孙！去你的！哎，陛下，哎，生龙活虎，赵公子已无大碍，那臣先行告退了。站住！陛下，此人顽劣成性，竟然敢在朝上公然动手，简直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啊！陛下，
赵公子活蹦乱跳，哪像半身不遂的样子？你说赵相这话算欺君吗？赵相用小辈之间的打闹上纲上线，剑指陆清，我倒想问问你是何用意？对了，赵家代为打理陆家的产业多年，账目盈利却没有1文钱进入陆家库房，这到底是代为打理，还是强行霸占？就是，真是这是在干什么？这赵相，当年陆清年幼，朕便将陆家产业交由你代为打理。待陆清成年之后，再悉数归还，为何不照做呀？陛下明鉴呐！臣长这么大，赵相就没给过我1分钱，臣都以为陆家家产出入国库了的。赵明山，朕问你话呢。陛下，是微臣看，陆清这些年嗜赌成性，这醉酒，顽劣成性，臣怕把家产交于他手中，必定被败光了。我是想等他过些年成熟之时，再将陆家家产交于他手啊，陛下。赵相是想等我成熟一些，还是想等我死啊？你血口喷人啊！陛下，微臣绝不敢将陆家家产私吞啊！好，赵相，1月之内，朕要看到你将陆家家产归还陆清。陛下，实在不是臣不愿将陆家家产归于他手，只是陆清他毫无经营经验，陆家那么大的家产交到他手里，必定会败坏一空，这将是陆家的不幸，也将是大钱的损失啊！陛下知道的，还以为你赵相一片苦心；不知道的，以为你赵相觉得我太废物，经营不好，本该属于我陆家的财产呢。陆家的财产事关大钱的命脉，容不得任何人胡来。行，咱俩赌一把，还请陛下和满朝文武做个见证。哟，你想怎么赌？让我和赵相各自经营一家快濒临倒闭的酒楼，以1月为期限，看谁挣得多。如果赵相输了，还请连本带利吐出这些年吞掉我们陆家的钱财，然后跪下向我父母磕头认错。我乃一国丞相，等等，如果我输了，陆家剩余财产双手奉上，归于赵家，归于赵相。陆清纨绔满城皆知，这些年无论是商业还是朝政，都毫无建树，能有什么经营能力？赵相，怎么能不接受如此公平公正的赌约呢？陆清是装纨绔，你是真蠢货呀！短数年就忘了陆家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吗？不知死活！陛下，微臣愿意以身入局，教陆清经营之道。这还不要？那好，朕准了。1月之后，朕会亲自派人查看账目。老陆，赵明山的酒楼马上开业了，你还有心思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别废话，说了你也不懂。来，干活了！你们去帮我买图纸上的这些材料，然后找最好的工人，给我按照图纸上的构造进行组装。记住，要最好的品相，最好的材料。老陆啊，这图纸上的物品我们从未见过，这到底都是些什么啊？这叫酿酒神器。哎，等组装好了，我弄点天上的仙酿，让你们尝尝，让你们知道你们以前喝的酒那都是马尿。好，走。哎，快，给安好啊！放上去。那边的坛子也拿过来。老陆，这些瓶瓶罐罐就能酿出佳酿？你们俩就给我瞧好了。哎呀，这个机器的原理是说酒和水的沸点不同，从而提取酒浆，得到浓烈的，救救英雄血吧。
酒香啊！给我尝尝。成。怎么样？怎么样？好酒，好酒啊！真他娘的够劲儿！哎，我也尝尝。泥而不呛，醇香无比啊！老陆，你真是神仙啊！我再来点。青哥，听说你要跟赵老哥打赌，我叫了我们家最好的厨子，势必要做如今最好的下酒菜，压过他的破酒楼。青哥，从今天开始，你的安全我包了，谁也不能欺负你。陆郎，经营之道在于开源节流，精打细算，账目的事情交给我便可，绝不会让你吃亏。青哥，我找宫里的御厨拿了一张点心秘方，说不定会有帮助啊。好啊，你们一个一个的，不是说都来看青哥的吗？哼，我不管，下酒菜才是最根本的，安全最重要，没有安全，什么都白搭。账目不行，赚再多也是亏。我这张单子可以吸引女客哦。什么房子呀？安全最重要。这个点心你不想吃吗？宫廷点心哦。秦哥，你说呢？我这都重要。啊，老陆，这酒是够烈，饭是够香，安全照顾也没问题。可这客源从何处来啊？总不能咱们兄弟几个出去吆喝吧？客源，当然不能你们两个去吆喝。哎，啊，青哥，这是啥呀？摸着好舒服。这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营销课，噱头。像不像女侠？像变态。哼，陆郎，这东西还可以拉长呢。哎，别闹了，这是我发明的魅影罗袜，穿于腿上，能显女子腿型修长曼妙，若隐若现，此乃大钱第一珍宝啊！这真的能用吗？哇！我靠，这腿，这身段，难怪老罗你每次进醉仙楼，都要。那个各位，那个明日开宴，劳烦4位姑娘穿上我的魅影罗袜，做我的迎宾大使，我保证全长安的男人还有女人一定会走不动道的。老钱，辛苦你跑一趟，将这封信交到青莲居士手中。青莲居士，青哥是那位诗酒双绝、文满天下的大文豪吗？老陆，这青莲居士陛下都请了好几次，都被拒绝了，他能给咱们面子吗？看了我的信一定会来的，快去！爹，陆青那个蠢货，居然派人去请青莲居士到他那个破酒楼，简直就是自取其辱。他都把脸伸过来了，本相岂有不打的道理？需要我做什么？2个字：造势。你呢，就说陆青他才华横溢，诗词歌赋天赋惊人，引得青莲居士从山中跑下来跟他煮酒论诗。爹，你疯了？你蠢呐！你以为青莲居士真的捧他？这招呢，叫做飞得高，摔得惨。老陆呀，你这2天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连路过的狗都要撒泡尿再走。打听清楚了，是青莲居士要来咱们店的消息传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陆公子，那天酒楼开业，青莲居士真的会来吗？这能有假吗？听说陆公子做了一首诗，豪迈无比，深入人心，青莲居士才决定亲自前来的。老陆，这就是你说的造势？只怕是有人帮你造势吧？放心吧，
明天开业，青莲居士一定会亲自下来的。你的信虽然我送到了，但是人家也没有答应会来啊。会来的。先生，当今陛下今日又送来了入朝为官的邀请，宰相府也送了请柬，邀您参加诗会。尽是些陈词滥调、沽名钓誉之徒，烧了吧。这大前王朝，难道就再无一字一句能入其眼、观其心了吗？先生，这里还有一封信，是秦将军亲自送来的，说是明日陆家公子陆清酒楼开业，想请您前往。陆清，那个顽固不堪的陆家独苗，倒是比那些附庸风雅的直接些。可惜，秦将军说心里有诗，可明其意，是其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等返璞归真的境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没了，怎么就半句？快，备纸墨。不，你立刻进城，亲自去告诉他，明日酒楼开业，我一定亲自捧场。是。开门迎客。真好呀，真漂亮，恭喜恭喜！卢家小姐、崔家小姐、郑家小姐，还有云长公主，他们亲自迎接，这是我能享受的待遇吗？公主他们穿的是什么？虽然有些不太得体，我也见过。哎呀，真是真好看啊！真不错，你看那个，青衣真该死，漂亮，竟然让云长公主一桌暴露抛头露面。我也喜欢这种。我赶紧没完。请。喜啊！快走！各位，醉仙居今天开业大酬宾，只要预存10两银子，不仅能在消费上打折，还额外赠送云长公主以及4大家族美女香吻丝巾1条，签到先得，送完即止。我要存，给我存！公子，我先来的呀！我要预存40两，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啊！我也要，是啊，陆青，酒馆里比的是美酒佳肴，不是女人。你酒水敢拿出来吗？赵浩，不在你的百味楼待着，你在这儿做什么？云长，我是不想让天下食客上当受骗。诸位，若是不信，大可尝尝我们赵家百味楼的玉叶春。不愧为百味楼的招牌呢，香醇甘冽，好。罗香，你的酒敢拿出来吗？我说你就是个井底之蛙，就你这也配叫好酒？给我的英雄血提前都不配。打开。就冲这酒香，这预存我办。假的，假的！哎，这香气肯定是什么迷幻之物所致啊！赵浩，你若是诚心来祝贺，醉仙居欢迎你；若你诚心捣乱，请你立刻离开。哎，公主，你醒醒吧！陆青他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玩弄人心的纨绔小人。公主，管好你家的狗！赵浩，你少放肆！青哥是什么样的人，本宫心里清楚得很。他天资卓绝，人孝重情，不像你，只会搬弄是非的小人。你说假的是吧？给他们尝尝。这才是真正的好酒，酒一入喉，
远胜那什么玉叶春，比玉叶春好上1000万倍啊！张浩，你看见了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好，就算这酒是真的，那青莲居士呢？诸位，陆青故弄玄虚，假借居士之名行欺诈之事，其行可诛啊！各位不要着急啊，这青莲居士马上就来。笑话，陆青，就凭你那首打油诗，青莲居士会亲自来吗？陆公子，陆公子，我来晚了，你快告诉我，朝如青丝暮成雪，后面一句是什么？不可能啊！青莲居士居然为陆青出山了！青莲居士居然为陆青出山了！那你且听好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愧是陆郎，真是厉害。看来青哥比父皇厉害。哎，抄的，陆青抄的。赵兄是想说这首诗是你所作，我抄你的对吧？啊，这首诗正是我前日饮酒时所作。哎呀，你不愧是当朝宰相之子。家父乃当朝宰相，我是赵家的赵浩。我前2天偷窃赵兄诗词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其他诗词，也是一绝。不如我念给大家听听。哎呀，赵兄前夜对月饮酒，有感而发，有词半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赵公子，请。我接呀，说啊！这首词后半句我一时忘记了。哎，忘了是吧？那好吧，换一句。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这句总记得吧？又或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不能忘了。接，自己还能忘记？还好意思说陆公子偷窃？赵浩，宰相府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赶紧走！呸，真是下作！闭嘴，都给我闭嘴！你会做几首破诗有什么用？你这个酒馆手续不全，我查封他违法经营。来人，给我把这醉仙局封了！住手！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要替朕的户部和京兆府行使职权。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要替朕的户部和京兆府行使职权。哎呀，参见陛下！诸位平身。谢陛下。赵浩，赵家可比朕的威风还大。你诽谤忠臣之后，私下斗殴，你是看你爹宰相的位置做得太牢了吧？陛下，陛下恕罪啊！臣一时糊涂啊！朕念你年幼无知，罚你禁足3月，3日之内，陆家产业连本带利悉数归还陆青。滚！谢陛下替臣做主啊！不愧是陆公子啊！酒楼开业，陛下竟然亲自前来恭贺。陛下，800里加急，汴州等地连日暴雨，引发黄河决堤，粮年尽毁，仓廪淹没，灾民数万人。召集百官，朝堂议事。陆青，你也来。我？青哥。陛下，请速派人前往汴州等地主持赈灾事宜。陛下，臣愿将功折罪，前往汴州主持赈灾。哼，灾情就是命令，可不是你们父子俩一唱一和就能解决的事情。陆青，你善于经营，颇有极致，朕就将此重任交于你，任你为钦差大臣。陛下不可，赈灾安民可是国之大事啊！哎，赵公子，你的意思是说，您这种抢夺他人诗作之人，才更适合去赈灾？陛下，臣虽然不才，但却愿立军令状，
竭尽所能筹集粮草，安抚灾民。好。这个贵！哎呀，爹，这陛下真是老糊涂了。稳重一些，我呢早就派人通知了汴州所有的粮商巨贾，把米都收回来，一粒也不准卖给他们。高啊，爹，实在是高啊！你就学吧。爹，这崔家、郑家，还有卢家，这3家肯定会帮陆青筹集粮草。有一句话是：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老陆，就算灾情如火，咱也不能天刚亮就出发呀。你懂屁啊！如果我不早点走，那4个姑奶奶你瞅得住啊？不错，要是公主他们也来，这一路上怕是免不了鸡飞狗。青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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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本宫是大钱的公主，正在这么重要的事情理应在场。想吃独食，一个人揽过，门儿都没有。我崔家的粮队已经在路上，没有我，谁给你调度？崔小姐所言极是。陆郎，汴州现在乱得很，没我卢家保护你，你连被人卖都不知道，想甩掉我门儿都没有。陆郎，数十万灾民的安置、钱粮调配、账目审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你觉得你能离开我吗？离不开，当然离不开。行了，那既然人齐了，咱们出发吧。苍天呀，我是真在和人去联谊会啊！钦差大人，一路辛苦，下官已备好薄酒，为大人接风洗尘。客套话就免了。灾情如何？本官没兴趣喝酒。朝廷的第一批应急粮食约莫5000担已经就位，发放下去吧。已经发放了，只是杯水车薪啊。此次灾情波及广泛，灾民数10万，5000担粮食根本撑不了几天。更棘手的是，直说，大人，如今最大的问题不是没粮，而是根本买不起。有人在哄抬粮价？是的，本地的粮商们已经将平日10文1斗的粮食哄抬到100文1斗，而且还在持续上涨。百姓们别说买了，连看都不敢看。再这么下去，恐会大乱。何人如此胆大，敢在这个时候发国难财？我去宰了他。哎，无妨，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你让人去汴州城内，给所有的粮商递个帖子，就说本官今日在府内设宴，有笔大买卖要和他们谈。大人，此举恐怕不妥，那些奸商唯利是图，岂会听您的？他们不仅会听我的，还会对我感激涕零。赵公子，这钦差大人的宴请，小的觉得是冲着咱们囤积的粮食来的，是不是不去为好啊？去，为什么不去啊？一个走了狗屎运的纨绔，还真以为能给你们摆一场鸿门宴呢？可他毕竟受陛下钦点，背后还有3大世家，万一他要强买，那我们强卖，他敢？孙大人，您就放心去吧，你只管把粮价往死里抬，最好逼得陆青束手无策，激起民变。最后啊，黑锅只能由陆青来背，功劳可却有你孙大人一份啊！错过
可就没有下次了。小人明白，小的这就去通知其他粮商，今天就去会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钦差。请。呀，苏老哥，总算把你等来了，都是朋友，快坐快坐。钦差大人驾到，有事远迎，这还请。快坐下说。我陆青啊，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像两位这种有本事、能赚钱的朋友。来，喝酒。赵公子没有骗我们，这钦差就是个纨绔废物。这杯酒我敬大人。叫什么大人？这都是糊弄外人的。把孙老板陪好。早就听说陆公子是京城第一会玩的主，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虚名，那都是虚名。两位才是汴州的栋梁，尤其是这天灾人祸时，更是赚钱的好机会啊！大人，这汴州的粮价实在是降不下来呀。降？本官什么时候说降了？本官什么时候说降了？这朝廷这点赈灾粮能抵个屁？几十万张嘴，到最后不还得倚望两位老板粮仓里的粮食活命？所以这价格，孙老哥懂我。这100文一斗太低了，至少涨到200文一斗。200？大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陆青赚钱的事儿从不开玩笑。陆大人，您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金大人，金大人。孙老板谈得如何？陆大人是不是说服你们降价了？粮食恢复到从前？降价？周大人，这话说的真有意思，还是陆大人懂我们，非但没让我们降价，还建议我们明日开始涨价，200文一斗。陆大人，您这是疯了吗？您是一个钦差大人，怎么能不顾那些灾民的死活呀？本官怎么做，需要你来教我吗？陆大人，那我们就先走了。老板慢走。告辞。陆大人，你究竟要干什么？陆青，你就栽民于水火，却与奸商沆瀣一气，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吗？对得起你陆家满门忠烈吗？陛下委任我为钦差大臣，总领汴州一切赈灾事宜，本官怎么做，需要你们来知会吗？记住本官的身份，谁再敢多言，视为抗旨。大人，现在怎么办？这陆青铁了心不顾灾民死活，可我们不能去找云长公主，走。来，老人家，慢点喝，小心疼。公主，我已经通知了崔家的粮队，3日之内必定赶到边境。这些该死的奸商就应该带兵去抄了他们的粮仓，不可冲动。公主，公主，你们快劝劝陆大人吧！陆大人宴请那些粮商，是为了把粮价抬到200文一斗，这简直就是把灾民往火坑里推啊！怎么？不仅如此，他还用钦差大人的身份和抗旨之罪压我们，简直就是疯了！什么？200文一斗？青哥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周安，你休得胡言！公主，3位小姐，下官所言句句属实，你们大可以去找陆大人对质。
陆青，你宴请粮商就是为了哄抬粮价吗？有什么问题啊？青哥，你糊涂啊！200文1斗的粮食只会让更多的灾民饿死。陆青，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没有苦衷，确实是我安排的啊，包括周安的配合也是我吩咐。陆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放心吧，我的大小姐们，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真的吗？真的。那个，让周安从灾民里挑选一些汉子，负责来修建汴州的城楼房屋，工钱就用粮食补，只要比灾民多一点就行。赶紧休息吧。朝廷派来的狗官不仅不想办法降低粮价，还伙同粮商哄抬价格。1斗粮食200文，可是我的女儿都才只买了150文呢。一条人命，连1斗粮食都换不到，这狗日的世道他没指望了。要不咱反了吧？反了！山勿躁啊，乡亲们！家父乃当朝宰相，我是赵家赵浩。朝廷已经知道赈灾的钦差大人在汴州的胡作非为，是我来晚了。你要为我们辩护！那个陆钦差，他不是来赈灾的，他是来要我们的命的。没错，他跟那些黑心粮商把价格抬到了200文1斗，还找人修缮城墙房屋，却1文工钱都不给呀！赵公子，我们要反，也是那个泄露的逼我们反的。陆青啊，陆青，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纨绔，没想到还是个蠢货，岂有此理呀！本公子绝对不允许此等祸国殃民、草菅人命的行径。乡亲们，都起来吧！我这里有一份陆青的罪状，大家按上手印，就是万民血书。到时候陛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我来，我也来。陆青，这次你死定了，神仙也救不了你。女儿，你拦着我做什么？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女儿卖自己的骨肉，怎么可以？你能救得了1人，那你能救所有人吗？如果不是生死存亡之际，谁又会愿意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早知道是这样的情况，我就让崔家的粮队早点来了。我忍不了了，我是爱青哥，但我绝对不允许青哥肆意妄为，草菅人命。我要去找他说清楚。陆大人，您睁开眼睛，亲眼看看外面，百姓们因此而食，暴乱在即。您所谓的妙计，就是要看他们去死吗？陆青，你欲奸商头流合污，哄抬粮价就算了，现在你竟然征集灾民，打着修缮城楼房屋的名号，给你修缮豪宅，你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百姓吗？青哥，你到底在干什么？修豪宅？你在京城什么没有？为什么偏偏这时候修豪宅啊？陆青，你今天必须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我说，好戏才刚刚开始，你们偏偏不信。行，我就再说一遍，3日内，粮价10文1斗。10文1斗，恢复原价，这怎么可能？周大人，我请问你，就算我用钦差的身份以权压人，强迫那些奸商降价，降到80文，甚至50文，你觉得刚经历过天灾的灾民们能买得起粮食吗？崔小姐，我请问你们崔家运粮多少？能比朝廷的赈灾粮还多吗？崔家只拿出了2000担赈灾，所以50文1斗的粮价，灾民们买不起。周大人觉得上涨下降有区别吗？崔家运粮食2000担能解决灾民的根本问题吗？有什么大的意义呢？陆郎，我知道你心中早已经有了完整的计策，你不妨直接告诉大家吧。我只知道人性都是贪婪的，100文就能让他们这么心动，200文会不会让他们疯狂？所以，其他州郡的粮商会不会蜂拥而至，将他们的粮食运送到汴州之内？那是自然。如今汴州的粮价简直就是暴利，其他地方的粮商自然不会错过。可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其他粮商不也是吃灾民的人血馒头吗？
我知道，陆郎这是引蛇出洞，不是引粮入汴。如今汴州的粮价没有灾民买得起，可这些日子我们却在粮商手中买下了不少粮食，其他州郡的粮商自然也会蜂拥而来。陆郎，你要做的就是吸引天下各地的粮商粮食全都来汴州，对吧？这么做就能让粮食回到10文1斗吗？不错，只要粮食大量的涌入汴州，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到时候我们只需要……到时候，只要朝廷的赈灾粮下来，只需要投入市场，以极低的价格10文或者5文，扰了市场关系，那么粮价自然就下降了。崔小姐果然聪明啊！陆郎，人家可是第一个明白你心意的。接着说啊，其他州郡的粮商不远千里迢迢将粮食运送到汴州来，人吃马嚼，这消耗巨大。一旦粮价奇低，他们必然会引发恐慌。到时候只能强迫降价，以求尽快出手啊！他们不是汴州的粮商，打不起持久战，多拖一天，亏损便会更大一点。至于汴州那些想发国难财的奸商，计谋也注定无用。原来是这样，青哥，是我误会你了。原来如此，是陆大人深谋远虑，非常人能及，是下官愚钝，还请大人治罪。不知者无罪。我此前没有告诉大家，实在是因为初来汴州，不了解你们，害怕有人跟那些粮商暗通款曲，视为保险啊。可是大人，你为何要与那些粮商称兄道弟呢？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们以为我就只是个只会捞钱的草包钦差，他们才敢大量的囤积粮食，呼朋唤友，引来其他州郡的粮商。反之，他们就会提高警惕，大人的计策便会落空。那修缮城楼房屋，与你修建豪宅，也是计策之一。你怎么那么笨呢？灾情结束，我们就得走啊！你们凭什么认为这间豪宅是给我修建的呀？你们就不能把这间豪宅卖给那些奸商富豪，来恢复汴州的经济吗？可他们每人连工钱都没有。1斗粮食200文，难不成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每人每天发200文的工钱啊？周大人，我管这种方式叫做以工代赈。以后如果再遇到灾情，周大人也可以自己试一试。下官明白。好了，4位美女，周大人，算算时间，其他州郡的粮饷应该已到，忙起来吧。是大人。孙老板，这汴州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次卖粮赚大了。那是，这钦差大人亲自授意，与我等称兄道弟，这汴州粮价的天就变不了。奉钦差大人令，今日起开设官粮售卖点，斤粮20文1斗，数量有限，售完即止。20文1斗，有粮了！我们终于有粮了！郑老板，这什么情况？不必在意，这定是周安安排的。20文1斗，超不过1天，他们就没有粮食卖了。不错，等他们这点粮食卖完，价格还能涨回来，我们该赚的钱还得赚。走。给我一点！我来！不要！给我一下！有救了！有救了！好戏开始了！有粮食了！谢谢官爷。奉钦差大人令，斤粮15文1斗，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快去买！不对呀，这价格不升，反而降了。难道赈灾粮都到了？不可能，他们一定是在和我们打心理战。诸位稳住，该我们赚的1分都不能少。奉钦差大人令，斤粮10文1斗。不能再等了，赈灾粮肯定已经全面进来了，连续4天，这粮食哪有一点卖完的迹象？孙老板，我们怕是被陆青戏耍了。这么多天他既不来见我们，粮食还在拼命售卖，
我们等不起了。诸位，要不再等等？等着粮食供大于求，我们千里迢迢运来的粮食，孙老板全部收吗？10文1斗，赶紧买粮！来，每人都有。谢谢。谢谢，每人都有。大家快起来吧，都先起来再说。起来说话。乡亲们，咱不缺粮食了，从今天开始，粮食都管够。不仅如此啊，之前所有参与修建城墙和房屋的工人们，明日到府衙领取你们的工钱。钦差大人，我们已经领了粮食，还能拿工钱吗？你们凭力气吃饭，劳苦功高，这钱你们自然该拿。谢谢钦差大人，都请起来。不是说好梁家上涨，一起赚钱的吗？你为什么出尔反尔？一起赚钱，凭你们这些发国难财的奸商也配？你根本不是纨绔，甚至从一开始的宴请，你就在给我们做局，故意抬价，引来外地粮商在低价抛售，拖垮我们，对吗？你也不算太笨，这不是东西啊！你好狠毒的心呐！比起你们这些发国难财的奸商，眼睁睁看着灾民一个个饿死，不管不顾的畜生，本官这点手段算什么狠毒？程明泽，秦震，在。有参与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发国难财的粮商，按律该当如何？除伐没所有家产充当赈灾之用之外，主犯流放3000里，欲赦不赦。孙百万，你想发国难财，饿死这些百姓，好，本官就让你们破产抄家，去边关啃沙子吧。陆钦，我恨你！乡亲们，大家快起来吧！陛下，汴州危矣啊！陆卿前往汴州，不思解决灾情，反而欺压梁山，勾结奸商，将粮价哄抬至200文1斗，真是恶福遍野。你说什么？陆卿不仅如此，贪污公款，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奢华园林。陛下，陆卿所作所为实在是天怒人怨，若再不制止，恐身大变呀！陛下，陆卿年少德薄，不堪重任，请陛下将其速革职查办。此子祸国殃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治朝纲啊！陛下一面之词不可信呐。不错，陆卿性格我等都清楚，断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请陛下明察。请陛下明察。陛下，此乃河南道数10万灾民写下的弹劾血书，血泪控诉陆卿的累累罪行。血书呈上来。难道朕真的看走眼了？陆钦，他怎么敢？陆卿，这一次你死定了！往后陆家的产业可就都是我们赵家的。麻烦李家急，汴州急报。陛下，定是灾民反了，定是陆卿激起民变，还请陛下发兵平乱，将陆卿就地正法。将汴州灾情如实报来。启奏陛下，喜报是喜报啊！钦差陆大人已经平定天灾，汴州粮价已经暴跌至10文1斗以下了，灾民皆得安置，暴乱消弭于无形。如今河南道民心安定，灾后重建井然有序。赵明山、赵浩，你们父子2人还有何话可说？好一个陆钦，好一个引狼入变，好一个以攻代朕。赵相，好好看看，这就是你们父子口中那个祸国殃民、引起民变的纨绔子弟做的事儿。这种事情，怕是你们父子这辈子都学不会的手段。陛下，陆卿步步为营，算无一策，有真正的经世之才呀！陛下，陆卿为国为民，赵相和赵公子一唱一和，翻弄是非，欺君罔上，未免要功臣心寒呐。是啊，陛下，
请您恕罪，老臣是被这个逆子蒙蔽了双眼，没有进行核实才惊扰了圣驾，请陛下网开一面啊！陛下饶命！我也是一时糊涂，听信了风言风语，就信以为真，臣知错了，陛下饶命啊！风言风语，一面之词，张浩，你既无旨意，又无调令，私自前往汴州，以为朕看不出你那点心思吗？陛下，臣并无他意，只想为陛下分忧。住口！张浩，来人，将赵浩拖下去，廷杖50，以儆效尤。爹，救我！陛下饶命！陛下饶命！不是这样我会死的，爹！陛下饶命！陛下，真是该打死！真不要！爹，打死东西！陛下英怒轻啊，怒轻！你让我儿受此奇耻大辱，老夫与你势不两立。你休想活着回到长安！丞相，教子无方，罚俸1年。回去之后，好好思过吧。退朝。青哥，这次赈灾，我们崔家的粮队来得最及时，你说是不是我的功劳最大？你想，你怎么谢我呀？呸！最早到有什么用？要不是我日夜守护你，你铺下粮食早就被抢光了。秦哥，你的安全这都是我负责的，我的功劳最大。无我郑家统筹账目，理清收支，恐怕连某些人怎么犒劳护卫、采购材料的银子从何出都弄不明白。陆郎，你说是不是？别闹，这次赈灾大家都有功劳。等回去以后，我一定重重答谢你们。保护好青哥。罗小姐，好冷落他们，我们去树林里把关键手解决掉。好，走。无人如此大胆，你这快要进京了，敢在半路截杀我们？除了赵翔，我想不到别人。里面的人，给我滚出来！大人好艳福，临死之前还有多位美人相伴，只可惜有人高价买你们的命。本宫是大前公主，你敢杀我？长公主那是在京城里，在这里你们只能是死人。是赵家派你们来的吧？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闭上眼睛，捂住耳朵。受死吧！真当老子穿越者的身份是闹着玩的？20年时间，老子还弄不出一点保命的东西。受死！头领怎么就死了？别怕，马上你们就下去陪他。老罗，刚才那响声是你弄出来的？有活口吗？全都咬舌自尽了，一个都没有留下。果然是一批死尸，如果没有活口，老子就不知道是谁指示的吗？保护他们，我先回京。好。陛下，臣回京途中遭遇刺客。谁这么大胆子？将矛头对准陛下，或许确实是我想错了。哎，陛下觉得，如果臣不再纨绔，展现出铁血的手段和能力，谁受的影响最大？赵明山。汴州灾情被你解决，他们父子自然是心有不甘。更何况你们之前早有嫌隙。陛下既然知道杀我的凶手是谁，快抓人呐！可是赵明山在朝多年，若是没有确凿证据，朕就对他动手的话，恐怕引发朝局动荡啊！爸，陛下，宰相赵明山殿外觐见，召他进来。是，宣赵明山觐见。微臣叩见圣上。平身吧，赵相。臣只听说贤侄在回京途中遭遇刺杀，尤为担心。贤侄，中刀中箭没有？烧点东西没？什么事都没有啊！老狐狸不去演戏可惜了，让赵相您失望了。我这活蹦乱跳，屁事儿没有。倒是刺杀我的那些人，死得可惨喽。贤侄便是万幸。陛下，
老臣恳请将此事交由老臣督办，必定还贤侄一个交代。此事朕已交由大理寺处理，就不劳烦赵相了。既然陛下已有圣裁，那微臣便放心了。去吧。是。陛下，我们不如让这只老狐狸自己跳出来，说来听听。赵文山精明，可惜生了个蠢儿子。我们挖坑，让他自己跳进去。蠢！老陆啊，你现在是京城头号大腕儿，汴州救灾，智斗奸商，茶馆说书的都快把你变成神话了。尤其你那酒楼，天天人满为患，你现在是名利双收啊！你现在倒是风光无限了，可怜我们就悲催了。什么情况？我爹现在看我很不顺眼，说我没出息。同样是纨绔，你能上朝堂开酒楼，能赈灾，还能让世家小姐、皇家公主争着嫁给你。就是老陆，你这不道德呀！当初咱说好了做一辈子的纨绔，你偷偷跑出去立大功，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样，你们以为我想啊？我这都是被逼的，天天提心吊胆，哪有去喝酒还找如烟快活？快活！我爹快把我的零花钱都扣光了。我也是，老陆，你得补偿我。行，哥带你们去个地方。走。哟，这不是我们当朝宰相的儿子赵家赵哥吗？这么巧。陆青，你是来看本少笑话的吧？滚！什么笑话？谁敢看我赵哥笑话，我第一个不饶他。赵哥，你有所不知啊，我对你的敬仰那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包括赵相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风采，简直是让我深感敬佩呀。俗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啊。赵哥，你将来一定是国之栋梁。你真这么想的吗？你仔细想想，我们之前虽然是有过过节，但是从云长公主的爱慕到青莲居士的赴约，我有没有骗过你？这老陆啊，就是在骗傻子玩呢。闭嘴，别坏事儿。是这样吗？我怎么感觉……周哥，你仔细想想，我感觉，就是你说的那样。往日种种，皆是我陆某年少轻狂。今日我特意来敬我赵哥一杯。来，赵哥，小弟我先干为敬。慢着！要喝就喝这杯，这是本少赏你的。行，既然我赵哥有这要求，干就完了。算你识相。今天看你态度不错，本少大发慈悲，就原谅你了。只不过云长公主那边你何时？我怎么突然感觉陆谦好像比云长公主还要美？哎呀，还要动人！不对呀，来人，把他抓起来！站住！兄弟，与其管我，不如管管你们家少爷，他快憋不住了，大好的前程呢！快！陆谦，你给我下毒！赵公子，你一直想要害我，取我性命，竟还真以为我会敬仰于你吗？怪不得你爹都说你蠢笨如猪呢！陆谦，你，走！少爷，少爷，我去追他们！不要！少爷，你醒醒！少爷，我是阿彪，你别当我下药了！不要啊，少爷！少爷！来，擦擦身体。滚开！爹，我没脸见人了。你没脸见人，我有啊！
不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一个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你，爹，我不干净了，我就是和一个大人。行了，少爷，一夜之间整个京城都传遍了，少爷在酒楼和自家护卫行了。闭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毁我儿子清誉，毁我赵家门楣，我要不弄死你，我不。陆爹，我要陆青死，我要他死。行，你去外面冷静冷静，去，好洗个澡再见我。让匈奴叫他们的使臣明天来访。去啊！是少爷。陆青，我让你好好玩。陛下，陆青他欺人太甚，他毁我儿清誉，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陆青，你在醉仙楼给赵浩下药，闹得满城风雨，你要干什么？陛下明鉴，那些只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助兴之物，既不能谋财，又不能害命。无伤大雅，我现在喂你吃，你吃吧。陛下，陆青他不分场合给我儿下药，这其心可诛。陛下冤枉了，臣只不过是帮赵公子助兴，谁知道他饥不择食，什么都吃啊！陛下，他这巧舌如簧，这分明就是蓄意报复。哎，赵强，你这话严重了。比起你在背后找死事放我冷箭，我这光明正大的玩笑，简直纯良的像个小白兔。哎，你没有证据不要乱叫，我告你诽谤啊！报！陛下，匈奴使者在外头求见，说有事禀报。先选匈奴使者吧。选匈奴使臣兀良哈在外觐见。他们怎么会突然造访？外国使者就是啊，怎么会造访？大前皇帝陛下，我匈奴大单于派外臣来见，是为求娶大前云长公主，结秦境之好，永系道宾。绝无可能，朕的女儿早已心有所属，就算没有，也绝不会外嫁和亲。大前皇帝陛下所言极是，但两国修好，百利无弊。只要陛下另择一位公主和亲，我匈奴同样感念陛下恩德。这安平怎么突然转性了？这是关两国邦交，朕要与百官先行商议，不日朕会给你答复。外臣静候佳音，告退。赵明山刚吃瘪，匈奴就来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各位爱卿，说说你们的想法吧。陛下，匈奴势强，若能以和亲暂缓兵锋，与我大前休养生息，恢复汴州元气有利啊！陛下，一人便可换边境数年安逸，臣觉得可行。陛下，臣认为应当和亲。不仅如此，匈奴使者不远万里来到这儿，我们大前也不应该失了风度。正好，陆青此人擅长吃喝嫖赌啊，吃喝玩乐，正好可以担任和亲使团的正使。哼，老东西，这就是你的目的，未免也太明确了。我倒是想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陆青，陛下，此事稍有蹊跷。匈奴往年求娶，非嫡长公主不可，此次却愿意轻易松手，定然有诈。哎，崔大人，你这是怕了，还是舍不得长公主啊？还是想因私废公呢？哎，赵相，你是不是糊涂了？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话了？哪只耳朵又听见我拒绝了？陆青，此事就交给你去吧。是。不是，那给我儿下药的事，陛下。哎，朕说了，改日再议。什么？陛下竟然让你跟蛮子打交道，他们可凶残了。那是你胆子小，陆青，我陪你去。他们要是敢乱来的话，就把他们剁碎喂狗。作为和亲正使，这确实是立功和展现能力的机会，只是从赵明山嘴里说出来，令人不安。
陆郎，你要小心一些。陆青，出事了！这么快？五良哈昨夜突发恶疾，上吐下泻，吐出来的竟然是一些蠕动的虫子。吐虫子？爹，果然没说错，但匈奴快不行了，我们……此事与我们有何干系啊？明明是人家水土不服，才突发恶疾。妙啊！那陆青跟你作对，最后他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啊！接下来该让负责的人负责到底。明白，我把这消息传播开，到时候他陆青他不死都不行。知道怎么说了吗？就说陆青啊，他小心眼儿，舍不得云长公主，所以呢，他才会给匈奴使者下蛊，想破坏两国交好，想让两国挑起战争。老陆，你又出名了，说你为了得到云长公主下蛊，意图挑起两国战争。原来我成了罪魁祸首。是啊，青哥，气死我了！这些百姓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乱造谣呢？就是，秦哥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肯定是赵明山那个老混蛋！哎，陆月如，你干嘛？宰了他！公主，你说陛下他愿意相信陆郎吗？不管他相不相信，赵明山的人一定会发难质问青哥。慌什么？不过就是吐了几条虫子而已，只要把它治好，那些人自然而然就闭嘴了。你心倒是挺大哈！陛下，陆青心胸狭隘，因私怨对使者下此毒手。陛下，陆青欲陷我大前于战火，请陛下即刻将陆青拿下，交与匈奴发落。你放屁！陆青是我大前官员，更是功臣之后，那些匈奴使者算什么东西？赵相，你这顶帽子扣的可真是又大又沉。不过，证据呢？就凭市井流言吗？若非如此，那使者为何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你拒绝和亲的时候，病成这个样子呢？哎呦，这匈奴怎么了？怎么来人上来？哎呀，这他这样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太恶毒陆青，了！我们说过，另择一位公主和亲。既然还在用妖法诅咒我们，请大前皇帝，请将此子交给我们处置，否则我匈奴铁骑必踏平大前边境。大胆！放肆！就算你们单于来了，也得顿阵。陛下，此事已经查明，况且我大秦内忧尚未解决，请陛下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断不可为了一人引发国战啊！陛下，陛下三思啊！够了，区一个使者，也想用我大前功臣之后的命来换，你也配？陛下若出战，我崔家要出钱出粮，我郑家也不例外，我卢家也不例外。好，使者，你可听见？若匈奴要战，朕可奉陪到底。陛下，且不必，你们口口声声说我诅咒。我要是真诅咒你们，你们匈奴王庭此刻早已经虫蛀鼠咬，遍地哀嚎了。我还让你在这大放厥词，你说我诅咒你们是吧？行，我现在再给你们下一刀，让你亲眼看看这虫子是怎么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知道怕了吧？也不知道使者有没有听闻过一种说法，叫做北兽南蛊。北兽南蛊是什么意思？你们北方草原的萨满巫师习惯运用兽蛊、兽血用来祈福和招灾，而南方的巫师则善用蛊虫来治病和招灾啊。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匈奴处于北方草原，而我们大前雄踞中原。你们使者分明种的是南疆的蛊虫啊，这关我大前什么事啊？对啊，这虫子是南方的东西，你们大前处在中原，那这蛊虫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南越？对了，南越最擅长这些诡异伎俩，是想让我们和大前打起来，他们好坐收渔翁。哎呀，这副使者，原来你是个明白人呐！这南越明显想一石二鸟：一，破坏我们大前和你们匈奴的关系；二来插手我们中原之事啊！哎呀，所以说吧，你这不关我们大前的事。这样吧，你们就回驿站好生休息，待我准备准备，帮你们解了这蛊虫。我们这就回去，静候陆大人佳音。先是祸水东引，真可谓是妙手之极啊！陛下，这只是陆钦的一厢情愿、肆意猜测罢了。如果他没有将使臣治好，那陛下，若匈奴知道此事与南越无关，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啊！哎，不是，我看你们怎么都那么想匈奴打过来呀？是怕我治好了使臣，导致某人的计划失败吧？不得胡言乱语啊！我等只是觉得这南疆的蛊毒极难去除，若非特定的草药，无法去除蛊毒。赵相对南方蛊虫这么了解呢？我只不过是饱读诗书，曾经在古籍上见过罢了。陛下，臣愿立下军令状，若臣治不好使者的怪疾，臣甘愿受任何处置，提头来见。好，真准了，陆钦，你可以放手大胆的去治。果然是蛔虫，但如此大量集中在绝对是人为大量投喂虫卵。陆大人，你们到底能不能治？如果使者死在这里，能治，但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和方法，而且你们必须按照我说的来，否则神仙也难救。什么方法？首先把这里所有的窗户打开，通风，然后再用醋把这里里里外外撒上一遍消毒，最后再给我倒几十斤蒜泥来，再倒最烈的白酒。蒜泥、白酒，少废话！还有，再给我去找几个干净的马桶，待会儿用得着。是。陆钦去了驿馆，相爷弄了大量大蒜和醋，不知在搞什么名堂。大蒜和醋，不是他拿蛊虫当饺子呢？那大蒜有个屁用！南疆那位大师说了，除非有特定的草药，否则极难去除。爹，我可听说了啊，陆钦可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立的军令状。他们说我也在吗？放心吧，陆钦这次插翅难逃。快，把那个大蒜倒到碗里。是，多加点，把酒也倒进去啊，加满。是，快给他灌上。马桶！是。好多虫子！这大前人莫非真会巫术？大蒜素和酒精确实能刺激寄生虫，接下来还需要用泻药彻底清场。我问你，你们这儿有没有比较强力的泻药啊？巴豆之类的？有，快去准备去，待会儿再给他灌一轮。是。不知道秦哥怎么样了？听说驿馆那边味道冲得吓人，还不让人靠近。要是秦哥被他们刁难怎么办？我先去看看。秦哥吩咐过，治疗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他说他会有把握的，请诸位放心。听说陆郎在用大蒜治病，此法闻所未闻，万一不行，他可是立过军令状的。大人，使臣大人为何还不苏醒？着什么急啊？没见他已经不吐虫子了？多等一会儿。使臣大人，你醒了！使臣大人，你中了南越人的蛊术，是陆大人救了你。
该死的南越人！哎，感谢陆大人鼎力相助。我问你啊，那天离朝之后有没有见什么人啊？跟宰相大人喝了杯酒，我跟宰相大人有些私交。您是我们使臣大人的救命恩人，是我们匈奴人的朋友。没必要，记住了，以后吃东西一定要煮熟煮透。你们使者这次生这么大病，就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又被加了料。我明白了，多谢陆大人指点，此事定会如实禀报大单于。好好歇着吧，我回去了。多谢多谢，陆青，你不仅解决了一场兵变，也让那匈奴欠了我大千一个天大的人情。陆青，说要什么赏赐？哎，陛下，臣只是做了臣应该做的事。如今西域使者有大碍，谣言不攻自破，就是这下毒之人，其心可诛啊！对，朕会彻查到底。朕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同时算计朕、匈奴还有你。行了，你也早些回去吧。朕听说他们几个一直在酒楼等着，很是担心你啊。至于婚事嘛，朕也不再逼迫。朕看得出来，他们几个对你都是一片忠心呐。陛下，臣先行告退了。骗子！那古诗说，这不是谁都解不开吗？啊，怎么被几个大蒜给破了？相爷息怒啊！陆青治好了匈奴使者，匈奴人那边也完全信了他的说辞，对我们起了疑心。怕什么？他们找不到证据。陆青三番两次坏我好事，再这么下去，恐怕会坏我的大计。爹，陆青现在风头正盛，陛下明显偏袒他，我们事到如今，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当年宫变，陆家几乎死绝，皇上便暗中收权，开始打压我等世家。从那时起，为父就知道这皇帝靠不住。既然如此，为何这天下他李家做得，而我赵家却做不得？爹，其实你早就……不错，我暗中联络各地藩王，共谋大事。陆王、晋王早就在暗中响应，待到时机成熟，便和他们里应外合。这是镇守玄武门建军副统领的投诚信。不错，他们已是我的人，只要我一声令下，皇城便是我们赵家的。现在时机对吗？我也想等边关起了大的战事再动手，可陆钦那小子呢，他欺人太甚，我们再等下去，只会被他占先机。你去飞鸽传书，通知各位王爷，让他们速回。还有，告诉我们在京城的人，让他们时时刻刻盯着陆钦跟皇宫的一举一动。是。你再去一队亲卫，负责控制陆府。我要陆钦亲眼看着属于他的东西是如何灰飞烟灭。明白了，爹。其实我早就想亲手宰了陆钦。此事绝密，成败在此一举。庆哥，你吓死我们了！听说你在朝堂上立了军令状，治不好的话就提头来见。你说你好好的，拿脑袋开什么玩笑啊？就是啊，那些匈奴蛮子和赵明山这老东西摆明了坑你，你应该让我去，一见一个全都砍了。我这不是没事吗？哎，区区蛊虫，我几头大蒜下去，那不得药到病除吗？那些匈奴使者呢？哎，那匈奴使者看我的眼神就跟看活神仙似的。放心吧，他们不会出兵了。我这个聪明脑袋也算是保住了。哼，就知道吹牛，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我今儿很累啊，就睡酒楼了。你们都先回去吧。我陪你。啊！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既然是我先提出来的，肯定是我陪着庆哥。让你陪，
秦哥还被你折腾死，你说什么呢？好了，别吵了。陆郎今晚肯定累了，你们先回去，我会按摩，今晚就让我留下来。我留下来吧。那个行，这样吧，一人一间，不许闯，不许串门，立刻马上。我回去睡觉，这是命令啊！命令。走。嫂娘，比对付匈奴蛊虫还累。秦哥，睡了吗？谁呀？是我，婉田。婉田。婉田，你，我去！陆郎，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来。今天晚上我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下我看他们怎么跟我抢。只是给你按摩而已，不用这么紧张。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该不会是在等我吧？走，去那边。秦哥。怎么还锁门？秦哥，你开门呀！你快藏起来！要是被卢月如知道了，他会把路拆掉的。秦哥，藏。秦哥，你开门呀！秦哥，我房间暖烘烘的，睡不着，就来找你啦。外面天可黑了，人家怕吗？要不然我陪你喝点吧。大晚上的不喝了，明天吧。天都那么黑了，我害怕，就喝一杯，行吗？那行，喝一杯你就回去啊。都喝到衣服上了，我给你擦擦。我学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舞，我跳给你看。秦哥，秦哥，我靠，还有，秦哥，我就知道这人也没安好心。把衣服穿上。我藏哪儿？我躲哪儿？我。秦哥，来，秦哥，我给你拿了安神香。秦哥，你在喝酒啊？我陪你啊。秦哥，我给你点香。你不用给我倒，我不喝酒。你的心意我收到了，香炉我收下了。你快回去吧。秦哥，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老赶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秦哥，你是不知道，今天听说你离居令状，我多害怕。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啊？秦哥，你在吗？躲起来，躲起来。秦哥，秦哥，你休息了吗？我是云长啊。云长啊。我的好公主啊。你听我的话，我求你了，你可千万别进来，挤不进去了。不是，今天真的不方便吗？挤不下是什么意思啊？秦哥，你到底怎么了？我感染了匈奴身上的风寒，对，这非常严重，会传染的。风寒？那秦哥你更需要人照顾啊！你让我进来，我来照顾你。开门，秦哥你开门，我照顾你，我照顾你，我照顾你，开门啊！秦哥。
你们3个，郑安田、陆月如，还有你们3个，大晚上的怎么敢穿成这个样子来庆哥的房间啊？不知羞耻！你庆哥，你不也穿成这样来找亲哥的吗？你庆哥，你不也穿成这样来找亲哥的吗？我只是想给陆老按摩，缓解疲劳而已。成何体统！成何体统！还有你，成何体统啊！陆青，你快说话！你快说话！说，亲哥，选谁？你选谁？你说句话！你说句话呀！亲哥，你选谁啊？够了，够了！我要睡觉，不管你们是按摩、喝酒、聊天、电商的，都给我滚去！兄弟怎么了？活该！我最好，你不跟他们，我陪你。不走是吧？行，我睡我的，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最好打起来，都别回来！亲哥，亲哥，陆老，谢谢亲哥。你还别说，就这样，好像也挺好的，至少他们都是陆大人，快开门呐！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陛下急诏，让您速速前往朝堂。啊10万火急啊！知道了。陆青，陆王，他反了。他为什么反？他喊着“清君侧”的口号。清君侧？清谁啊？清我呀！陛下，自从陆青干涉朝政以来，百姓积怨已久，朝堂也颇有怨言。陛下，为了大前江山社稷，即刻将陆青拿下，方可平定内乱。鲁王乃皇室宗亲，定是看不惯朝堂之内有奸佞之臣，祸乱朝纲，这才起兵的呀。哎，宰相，我发现你血口喷人，哎，哼，鲁王造反与我何干？分明是……够了，区区一个鲁王，朕还应付得了，此事不必在意。陛下威武！陛下，陛下不好了！靖王、陇王皆响应鲁王，同时起兵，他们皆打着清君侧、助陆青的旗号，3路大军就朝着京城而来。三王同时叛乱，这可如何是好？这口号喊得响亮，分明是冲着陆大人来的。陛下，3王联军声势浩大，为京之计，只有牺牲陆大人了。陛下，请以江山社稷为重。差不多得了你啊！此事，容朕再思量思量。退朝。是，陛下。陆青，你还是带着云长离开。朕会安排你离开京城。朕答应过你过世的父亲，要护你周全。可现如今，这京城已是是非之地，朕怎么能让你？陛下，臣不走。陆青，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陛下，叛军矛头直指于我，显然是有人精心策划呀。朕知道，可是陛下，臣若一走，不是正中某人的下怀吗？陛下，臣有把握替陛下守住这长安城。说什么？你有把握？陆青，你可知道那3王联军有多少人马？陛下，臣请您去个地方，眼见为实。陛下，免了。陆青，你究竟是何意？陛下，这边让人分装的是臣反复蒸馏提取的酒精，还有这边，这是臣发明的通天雷。这是臣设计发明的火炮，这是臣设计发明的大炮，一旦发射，地动山摇。有了这些利器，别说3路叛军了，就算是他10万大军兵临城下，臣也能让他寸步难行。陆青啊，陆青，
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陛下，这利器已有，还需善用之人。臣举荐陈明泽和秦震2位兄弟，让他们率领行军，操控这些火器，抵御叛军。程明泽、秦震，你2人对此，大炮，对此大炮可有信心呢？陛下放心，陛下放心，老奴早就知道会有人闹事，私下训练我们和兄弟们好久了。这些火器咱们玩的比骰子都溜，别说是3王联军，就算是100万大军来了，也得被咱们吓得哭爹喊娘，屁滚尿流。好，朕就命你2人将这长安城外变成叛军的绞肉场。朕倒要看看，是叛军的兵马厉害，还是朕的大炮厉害。臣领旨。臣领旨。陛下，陛下，紧急军情，3万联军已经逼近，距离长安城不足50里。陛下，您就继续稳住朝堂，守城，交给程明泽跟秦震即可。好，命百官朝堂议事。是。陛下糊涂啊！居然让秦震跟程泽民这2个纨绔去守城了。陛下，您都听到了，叛军势大，已兵临城下。此时若将陆清交出去，有可能会延缓敌军的攻城之计。不可交出陆清啊！不可交出陆清啊！陛下，切不可意气用事，断送大钱江山呐！陛下，臣恳请陛下。丞相，你急什么？有程明泽跟秦震在，别说50里，他就是5里，他也打不进来。死到临头还在细狗呲花啊！那3军是我精兵利马，那2个废物拿什么打？拿什么打？陛下，陆清妖言惑众，其行可诛啊！陛下明鉴，陛下您三思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完成了，打起来了！啊！陛下，陛下，大吉啊！程将军和秦将军，他们用天雷，隔着几10里地炸得人仰马翻，还把3位王爷生擒活捉了。消息啊，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妖言惑众，3王手里握着这么多兵，他们凭什么把3王打败的？妖言惑众！丞相，你似乎很失望啊！难不成你真心希望这京城守不住，3王攻入城中，与你里应外合，将朕赶下这龙椅吗？陛下，老臣绝无此意，只不过此事过于震撼，微臣心生疑惑。陛下，陛下，陛下，幸不辱命，那3个反贼太不经打了。咱们的轰天雷刚上一半，就哭着喊着要投降。还有他们3个在轰天雷的威压下都招了，都说是受赵少的蛊惑和指使才起兵造反的，还求陛下饶了他们的狗命。赵明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来人，赵明山拖下去，夷3族。陛下，我是被那3贼蛊惑，陛下，我是爱国之臣啊，陛下。陛下圣明，免赦大贤。爱卿平身。好啊，真好。叛乱，可喜可贺啊！天心太平。今日平定叛军，陆清当居首功，程将军与秦将军功不可没，朕要重重赏赐。谢陛下。除此以外，朕还有一件事要宣布。什么事啊？宣云长公主崔小云、卢月如、郑婉田上殿。陆清，今日朕亲自为你和4位佳丽赐婚，即日成婚，你可愿意？臣求之不得，多谢陛下。恭喜大人，恭喜大人，恭喜大人，恭喜大人。清哥，这陛下赐婚是天大的好事儿，那我们4个人谁为大，谁为小啊？对
啊，总得有一个先来后到。青哥，那你说呢？好了，瞧把你给吓的！我们4个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决定按照年龄的大小来排序，你们呀都得听我的。啊？开玩笑的，听你的。我们呀谁也不欺负谁。没错，我们都听陆郎的，只要陆郎心里有我们就好。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好，既然如此，择吉日，陆青，你便迎娶4位夫人。你这奇人之福可是朕亲自给的，往后你可要好好对待他们。臣遵旨，定不负陛下厚恩和4位夫人的情谊啊！恭喜呀，恭喜呀！